当地时间13号，七国集团财长结束为期3天的会议。本来宗旨是讨论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和金融问题的七国集团系列会议，近年来沦为推动阵营对抗的工具。今年，在主办国日本的推动下，应对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就成为主要议题。人民日报指出，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沉迷于搞小圈子，七国集团的影响力只会更趋式微。据悉，七国集团财长会后的声明并未直接提及减少对中国与俄罗斯的依赖，但美国财长耶伦与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会面后表示，俄乌冲突的溢出效应以及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影响清楚表明供应链多元化和具有弹性的重要性。多家外媒则报道称，七国集团财长讨论了通过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来提高全球供应链弹性的必要性。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则表示，德国等国家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表示在这方面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开始发挥作用。路透社引用一名日本官员的话说，主席国日本列出了一长串的问题单供各国讨论，其中许多都与中国有关。日本希望会议通过一份强有力的声明，争取与中低收入的国家合作，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不过，报道中提及，七国集团是否能够说服新兴经济体参与建立一个不那么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目前并不确定。其中不少国家在美国利率持续升高的过程中受到波及，他们拖欠的美元债务随着利率的上涨而增加。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担忧，讨论的议程显示，七国集团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他关注的焦点是对抗中国。而根据日经亚洲今年3月的报道，七国集团今年的广岛峰会将寻求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资供应链。这个概念是要把美日或美欧等个别建立的国际供应链安排扩大到涵盖所有七国集团成员国，目标是稳定芯片、稀土和其他对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的商品供应。日本在过去2年时间内，实际上一直在炒作供应链问题，而指向就是中国。它表面上在搞这个供应链多元化，搞这个保证供应链的稳定，实际上就是要去中国化。我们知道中日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包括这个科技合作，其实一直都非常紧密。它搞一个去中国化的一个供应链，实际上与这个供应链多元化完全是相悖的。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前夕，日本外相林芳正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分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双方正就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处进行磋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也不需要建立亚太版北约。同时，外界也很关注日本是否真的要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由于近代军国主义侵略那段历史，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我们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要做破坏地区国家间相互信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七国集团会场再次谈及中国的所谓经济胁迫。有消息称，七国集团领导人还将在下周峰会发表一份声明，对中国在海外交易中使用经济胁迫表示担忧。Obviously, it would be most effective if there's coordinated action by a group of like-minded countries and agreement that this is a useful approach. I believe it would be narrowly scoped and targeted at technologies where there are clear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声明将包括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部分，措辞预计将比过去七国集团峰会发表的声明更具体明确。日本是这7个国家当中炒作经济安全、炒作经济安保最早的国家，而且他又想占有所谓的自由贸易这样的一个道德制高点以及规则制定权的制高点。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就会看到他的这个经济安保议题的这个背后，与他不断主张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就有矛盾之处。这样的一个基于相悖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它最后在执行上一定会出现一些扭曲的情况。
外界注意到，七国集团峰会的边会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警告称，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政策有可能使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斯蒂格利茨警告说，美国国内两党间相互竞争，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能会破坏国际合作。他还提议让其他七国集团国家试图说服美国施压，别那么做。他说，我们可能处于某种战略竞争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如此敌对。斯蒂格利茨同时敦促西方应当投资发展中国家，而非采取说教的态度。他批评西方对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很少。有类似观点的不止斯蒂格利茨一人。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德国政府消息人士也表示，七国集团峰会并不寻求结成联盟对抗中国。与会者普遍认为，峰会的重点应该是降低风险，而不是将经济投资与中国脱钩。实际上，在这个西方内部反对现任政府的对华做法的声音一直都存在，而最近随着他们内部经济出现问题，这种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能高估这些声音对这些华盛顿政客的影响力，我们也不能低估华盛顿政客继续对中国经济胁迫的这种决心。实际上，我们要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还是要更加专注于防范华盛顿政客对中国到底具体会采取哪些反华的一些经济措施。事实上，全球经济前景已被高通胀、美国银行倒闭和美国债务危机蒙上了阴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2号警告，距离美债违约仅有880亿美元，美国有可能出现自1789年以来的首次债务违约。事关美债信用和美元基石问题，拜登也不敢疏忽。他9号暗示，如果债务上限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他可能将取消七国集团峰会行程。此后也有媒体爆出，拜登可能以视频讲话代替实体出席，引发主办方日本的高度担忧。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拜登于17号前往日本参会的计划目前没有改变。The president will travel on Wednesday next week. The president will travel to Hiroshima, Japan to attend the G7 Leaders Summit, May 18th to the 21st. The president and G7 leaders will discuss a range of the most pressing global issues.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召开在即，日本小动作不断。会场内谈中国经济胁迫，会场外引北约在东京开设联络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质疑日方是否要充当北约亚太化急先锋，您对此有何观察呢？北约的亚太化和亚太的北约化相互强化，亚太的地缘政治局势更加的复杂，阵营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从北约的角度来看，在东京开设办事处，意味着北约对亚太事务的介入更深，而且更加的制度化，突破北约的地理范围。北约在亚太常态性的存在的话，那北约还是北约吗？